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类型是住宅，住宅，住宅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住宅的形象，都是出自于画像砖、画像石，还有一些名器还有一些名器。但是即便是通过这样的一种途径，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汉代住宅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这张这个画像砖上面的住宅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院落，是吧？然后它因为是东汉的，是吧？所以边上还有一个望楼，作为一个这个住宅的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的一个系统啊。然后前面有厨房，是吧？然后有家里头养了很多家禽，是吧？然后甚至有鹤，是吧？在这个庭院当中起舞的这种情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汉代的所谓庄园生活的场景。那么这是一个复原的想象啊。那么在明器当中呢，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建筑的形象，是吧？那么这个就是所谓陪葬这些东西就是陪葬品，然后放到墓里头，认为这个人死了以后还能享受同样的这些生活，是吧？跟这个活着的时候一样的生活。那么这些名器呢，相对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建筑形象。让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彩绘，无论是它屋顶的形式，还是我们说的斗拱那么这些在这些建筑上都已经开始非常清楚地得到了反映。那么这是陶楼很高所以我们后面讲佛教的时候还会提到，就是汉代有很多这种所谓楼阁的建筑那么汉代人认为所谓神仙喜楼居。神仙都喜欢住在高的地方，那么后来佛教传入了以后，那么他们就也为佛作为神仙的一个类型，是吧？汉代人理解他可能也是神仙的一个类型，就给他建了所谓塔，是吧？那么这样的一种楼阁式的建筑，是吧？那么在汉代我们出土的汉名器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楼阁的形态这是一个望楼，瞭望用的。那么这是一个水榭这是一个水榭建在一个水池当中，是吧？来这个一个游览一个观景的建筑那么还有这个院落，是吧？就是一个住宅一个院落。那么还有像这些作坊，是吧？那么在名器当中都得到了反映，甚至像这个猪圈这样的东西。那么这是一个仓库一个陶的仓库，采用这个井干式采用这种所谓干栏建筑的方式架空那么这样的一种形态，当然这个很功能化非常功能化。还有陶的水井做陶的水井，那么反映当时的这种很成熟的技术，就是他用一个滑轮把那个水桶可以放下去打水。那么这种方式可以说流行了2000年那么一直到20世纪这样的井在很多的中国农村地区仍然都在使用。那么前几年在河南内黄三阳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遗址，就是三阳村的这个汉代村落遗址这个地方呢，发现的地方是一片沙地，就是原来这个河改道了以后冲击出来的一个沙地。那么他们是在挖一个水渠的时候，想修一个水渠，然后挖下去以后，突然发现有遗迹那么做了清理以后，发现的是一个汉代的，应该是村落的遗迹。墓葬是这个秦汉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类型。那么最著名的，比如说始皇陵秦始皇陵，那么不用说。那么秦始皇陵，今天我们剩下一个山坡，是吧？剩下一个巨大的山坡。那么原来是什么样子原来是什么样子？杨鸿勋先生做过一个复原，认为它本身也是一个高台建筑，是一个9层高台非常大的一组建筑。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想象复原一个想象复原图。当然秦始皇的这个始皇陵，他是把他的一个国家
按照一种他理解的方式把它埋到了地下。所以我们会发现，环绕着始皇陵边上我们有军阵，有这个我们非常著名的兵马俑，然后里头还有所谓石铠甲的，就专门放这个盔甲的地方，然后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那种作坊的这个俑的场景。那么汉代的陵墓也都规模很大，跟这个秦始皇陵也有类似的地方。但是汉代的陪葬的东西，跟秦始皇陵比起来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汉阳陵。汉阳陵汉景帝的那个墓了，汉阳陵，那么它的陪葬的一部分的陪葬坑，已经进行了发掘。那么它里头的俑的尺寸当然比兵马俑要小很多很多，但是它完全是按照当时这个汉代帝王的宫廷生活各个部门有厨房，有其他的这些部门，甚至有专门为他养的牲畜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埋葬来做的那么在汉代墓葬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所谓这个我们讲的用木头来建整个的墓室那么比如说在北京的这个大宝台汉墓，然后里头出现了一种形制这个在古代文献当中有记载，叫黄肠题凑。就是他把那个柏木做成一定尺寸的这个木方，然后把它堆叠在里头，构成一个巨大的墓室。那么这几张图是关于这个北京大宝台汉墓的这个墓室。那么当然在春秋时期，比如说在楚国的一些墓葬当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么恐怕这个汉代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样的一种墓葬形式。那么汉代的墓葬形式是极其丰富的那么特别是汉代的砖石墓葬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那么它的砖的加工那么根据这个墓葬的需要包括做的那个砖之间的交接的那种榫卯，那么都有它很独到的地方那么应该是这个时期实际上砖结构在墓葬建筑当中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当然地上的建筑恐怕主要还是木结构的地上的建筑主要还是木结构。那我们可以看几个这个汉代墓葬的情况。这是石头的打虎亭汉墓里头有极其丰富的壁画反映了当时汉代的宴饮生活等等。那么恐怕是墓主人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场景。四川的这个麻号的崖墓那么这是东汉的。那么在这个崖墓上呢，有很清楚的斗拱的痕迹有很清楚的斗拱的痕迹，反映当时包括就是反映当时建筑的做法，包括它的那个船子瓦都非常真实的刻画出来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在麻号崖墓当中还出现了佛像所以我们可以确认的说，在东汉时期佛教已经传播到了像乐山这样的地方。汉代的建筑非常丰富还留下了一些其他类型的，比如说阙。那么石阙现在保留下来数量比较多。那么这组石阙呢是一个庙阙，就是这个太史山我们讲这个登封嵩山太史山、少史山，那么这是太史山的这两个进山的这个庙阙它也是一个入门的标志就是入口的标志。这种形式实际上一直影响到后来中国的宫殿建筑，包括像到后来北京的午门这个故宫的午门，那么都实际上受到早期的这种阙的影响。这是一个墓阙这是在那个雅安的高仪阙在四川雅安的高仪阙，也是现在我们保存非常完整的这个石阙。那么从上头这些雕刻可以反映了当时木结构建筑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它用石头来仿木的结构。那么根据这个石阙，我们反过来推算当时的木结构应该是这个样子当时的木结构应该是这个样子层层叠叠。那么这种形式实际上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木结构影响的范围内，包括在韩国、在日本，其实还能够看到这种木结构的痕迹，这样的一个木结构的痕迹。这是汉代的一个桥的考古发掘现场发现了非常大的木柱非常密集的木柱，然后我们还发现了这个桥墩石引水面采用这个尖的形式来分水那么这样的一种桥梁的形制，在汉代应该已经相当完备了那么而且它的木结构，从这个桥梁上反映的木结构来说，它可以做很大很大的建筑，用材都非常的粗大那么好，如果我们对这个时期的城市和建筑的发展做一个总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几个基本的情况一个是城市的发展它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都城规划思想无论是这个秦的咸阳的法天象地，还是后来汉代的这种它在有限度的情况下，实际上你看到它那个形状一个自然形态的形状，但是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它对于所谓帝都的理解就是他要建一个他认为这个紫微星是实际上北斗这个位置应该是这个天地居住的地方，那么人的城市应该跟它对应所以在这儿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我们后来讲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过去我们讲这个老子曾经说这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作为帝王他要体现他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他认为君权是神授的，他的居所，他的城池应该跟天地是对应的那么这些想法都在汉代的城市当中，实际上在秦代的城市也好，在汉代城市当中都得到了反映那么他们形成了非常独特的一种规划思想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讲的中国的哲学思想，无论是老庄的，还是这个还是孔子的那么这些思想那么都影响了当时人们对于城市也好，对于建筑也好的理解那么在这个时期我们发现那么斗拱它的成熟决定了中国建筑的一个基本形态那么而且实际上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审美的趣味开始完善那么它也决定了中国建筑在形态上与其他文化建筑在形态上的分道扬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埃及的还是这个北非其他地区的沙漠地区的，或者什么欧洲的它的建筑发展，那么它有自己的多样性。但是从汉代经过这样的发展，中国建筑的形态就开始逐渐的完善那么当然，中国建筑上这个很多重要的细部，包括它的瓦式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在这个时期都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然后变成了我们后期建筑发展当中一些最重要的形态的要素。那么这个时候在汉代都已经具备了。